朝鲜第3代领导人金正恩从2011年执政以来，如今已有12个年头了。在这12年内，金正恩实行经济政策，大力发展军事，同时对内保持闭关锁国的态度，使得朝鲜成为一个黑箱国家。美国 NASA 国际空间站曾经使用卫星拍摄过全球夜晚时的景象，与灯火璀璨的韩国和中国相比，朝鲜几乎是一片黑暗。历经战火与割裂，这个国家一切都蒙上了神秘面纱，但是越是蒙着面纱的女人，就越容易吸引到男人的目光。越是严防死守国内信息的朝鲜，越是能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。那么今天读者就来带大家看一下朝鲜境内的10大奇葩规定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进入朝鲜的理发店，很多人都能发现悬挂在墙上的标准发型样式图，这些发型就是朝鲜民众的所有选项。而在这些发型之外的，比如你喜欢猫王，想留一个飞机头，对不起，劳改营在向你招手。有的观众或许会好奇，一个发型而已，为什么要有限制呢？对于这点，朝鲜方面自然有自己的解释。金正恩认为，这些发型是最舒适且能抵御资本主义腐化影响。这些精挑细选的发型被称为28式，其中女性有18种，多采用直发搭配传统服装。已婚的朝鲜女性头发较短，而未婚者更多的会选择留长发扎辫子。通常未婚女性的发型比较简单，而已婚女性可以在头发上稍微做点花样。人们也可以从发型上轻易分辨出他们是否已经结婚。而男性只有10种，而且要求更加严格。朝鲜年轻男性的头发长度不得超过5厘米，每15天必须剪一次头发，因为朝鲜官方认为长头发会夺取本应供给大脑的营养，所以年长男性只能将头发留到7厘米长。货币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体系，每个国家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货币系统，朝鲜虽然也不例外，但是在这里货币受到了相当严格的管制。去过朝鲜旅游的观众一定知道，外国游客来到朝鲜只能用人民币、美元进行消费。想要弄一张朝鲜的货币当做纪念币，对不起，不行，因为朝鲜的货币只允许朝鲜人使用，外国人没有资格兑换朝鲜货币。朝鲜方面认为，这样的举措可以使得国内货币不会因为外在因素干扰，从而杜绝通货膨胀。读者只能说，朝鲜的经济学家还是太年轻了一点。牛仔裤是一种备受欢迎的服饰，尤其是深受年轻人的喜欢。在世界各地，不管什么季节，随处都可以看到穿着牛仔裤的人。不过，想要穿牛仔裤在朝鲜的街头行走，可要做好被处罚的准备。朝鲜官方将牛仔裤判定为奇装异服，认为它是一种资产阶级腐朽的象征，所以一旦有朝鲜人穿着牛仔裤上街被发现，轻则会被开罚单警告，重则要向单位公开检讨。至于女性，那就乖乖地穿着短裙出门好了，反正朝鲜男人制定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这一幕。在网络上始终有着一个谣言，那就是普通人或游客不能在朝鲜拍照。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就知道，要是禁止拍照的话，那网络上的朝鲜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其实这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，不过在这个国家，摄影会受到审查是事实。在朝鲜拍照一定会受到政府的审查，因为官方规定，游客或普通人拍摄的照片必须要展示出朝鲜的繁荣和幸福生活。至于如何展示出朝鲜的繁荣和幸福生活，要看检查人员心情，没有标准。心情好，拍一张摆摊的照片没问题；心情不好，你拍摄摆摊，这不是在隐喻朝鲜民众食不果腹、街头脏乱差吗？甚至因为这条禁令，还曾闹出过不少乱子，比如法国摄影师埃瑞克拉夫格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情况下，把照片偷偷带出北韩，最终被终身禁止进入朝鲜。然而他拍摄的只是一个朝鲜人扛着木材的照片，不得不说，这样的惩罚实在是有些严苛了。朝鲜走访亲戚需要自备食材，这倒不是因为当地有什么特殊风俗，单纯是国家制度惹的祸。因为在朝鲜，老百姓柴米油盐和食材都是国家按人头分配好的，每个人的标准一样。这倒是和中国过去的粮票政策很像，如果你去别人家吃饭，两手空空，岂不是占据别人的份额？
因此久而久之，朝鲜国内就开始心照不宣地实行起了这样的制度：走访串门时一定要带上自己的食材，否则在吃饭的时候就只能饿着肚子了。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文献，包含了旧约和新约两部分。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，记录神与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包括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列王记、诗篇等书卷。新约是基督教的经典，记录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教导，以及基督教的起源和发展，包括四福音书、保罗书信、启示录等书卷。圣经被认为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，是指导信徒生活和实践的重要指南。但是朝鲜并不欢迎基督教，就如同其他极权主义国家一样，因此圣经自然而然就成了禁止进入朝鲜的违禁品。朝鲜官方认为，教会和宗教机构对民众的影响力太大，没有宗教的话，国家操控人民会更容易。虽然听起来很让人不舒服，但相较于其他奇葩的规定，这条应该算是最正常的了。毕竟在一些穆斯林国家，圣经也是被禁止的读物。虽说现在电视已经快要被手机和电脑给取代了，但在一些落后的区域，电视节目还是很重要的娱乐途径。不过在朝鲜就不一样了，朝鲜的电视一共只有5个频道，分别是朝鲜中央电视台、万寿台频道、龙南山频道、体育频道和只有朝鲜国内人才能看到的社会文化频道。而且这些频道内容几乎都是政治宣传节目。朝鲜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非常严格，让普通人不能接触到国际媒体。这倒是和一些国家实行网络圈禁的思路差不多，都是从根本上将民众的思想给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形成一个信息茧房，让政府的统治力更加稳定，也更方便进行思维操控。很多人或许不敢相信，在21世纪居然还能有国家在实行连坐制度。朝鲜就是这样，读者曾经介绍过不少因为家庭成员脱北，从而导致一家人都进监狱的案例。在朝鲜，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，在官方记录上，他的全家都会被罚款。这倒是和征信制度差不多，这样的规定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激励家庭进行协同合作，防止错误的发生和犯罪的发生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样的制度只会让很多无辜的百姓被牵连，令他们的家庭成员怨气愈发旺盛。读者之前说了，游客进入朝鲜会被官方进行限制，连照片都没法拍摄。实际上，朝鲜对内的压迫还远不止如此。就比如手机这个常见的生活用具，2023年朝鲜手机用户数只有30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12%。 而且由于政治和安全原因，朝鲜对手机用户进行严格的管控和监督。手机用户必须使用本人的身份证和指纹注册，不能更换号码或者转让手机。除此之外，朝鲜的每一部手机中都有监控程序，一旦发现有违规或者反动的内容，就会火速对使用者进行惩罚，严重的甚至会枪毙。而手机在朝鲜就只能拨打国内电话，想要打个国际长途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朝鲜认为国际电话是由资本主义创造的工具，可以用于帮助外国国家的反对派、间谍和其他非法组织进行通讯，因此必须要禁止。但这项规定却使得很多朝鲜人在紧急情况时无法与朋友、友人及亲人取得联系，并且也加大了文化交流的难度，实在是让人费解。世界上有且只有一个禁止进口可口可乐的国家，那就是朝鲜。朝鲜定位自己是一个具有尊严的民族，而可口可乐则被认为是代表美国文化的产品。只要是美国产品，不管好坏，不管是民用还是军用，就算是一个饮料也不能进入朝鲜。所以作为美国大兵2战时期最喜欢的饮料，自然就成了朝鲜境内绝对见不到的罕见东西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